欢迎观看《说文解字》系列视频。魑魅魍魉是一个古老的成语，最早出现于《左传》中。在现代汉语中，我们常用它来泛指各种各样的坏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魑魅魍魉4个字都是鬼字旁，自然与鬼怪有关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一起了解一下包括魑魅魍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24鬼，看看这些鬼字旁的生僻汉字你都认识吗？古人将鬼分为24类，分别是魑、魅、魍、魉。魅、魁、拔、枭。奇、奇、玉、颓。尬、虚、欺、干。飘、避、箕、戌。神、眼、丑、占。接下来，我们依次了解一下这些鬼怪的特点和传说。魑指的是山林鬼，在古代与魑是通假字。据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魑若龙而黄，或云五角曰魑。魑是龙虎不分、雌雄难辨的上古神兽，长得像没有角的龙一般的黄色妖怪。据说，这种妖怪的习性是将猎物挖坑藏起来，经常出没于山林里面害人。魅指的是经历漫长岁月幻化而成，善于迷惑人心的妖精。魅字由一个鬼加一个未构成。鬼指阴间之人，谓的本意是花枝招展，香气袭人，引申为外表讨人喜欢。因此，魅就是外表看起来讨人喜欢，通过迷惑人心而作祟害人的妖精。魑魅也称为魁，为山林异气所生，木石化成的精怪，特征是人面兽身，喜魅惑人。魍魉是古代传说的山川精怪，也有一种传说认为他是上古部落联盟首领颛顼的儿子。据干宝的《搜神记》记载，帝颛顼有3子，生而亡去为鬼。其一者居江水，是为温鬼；其一者居弱水，是为魍魉；其一者居人工，是疏于处，善惊小儿。意思是说，颛顼有3个儿子，但都早夭，成为了鬼怪之类的存在。其中一个儿子成为了江水中的瘟疫之神，被称为温鬼；另一个儿子则成为了弱水中的魍魉，这是一种神秘的水怪，常在河中兴风作浪，弄得人们担惊受怕。第3个儿子据说居住在人类的宫殿和房屋的角落，专门惊吓小孩子。在汉语表达中，魍魉一词也可代指影子。我们用成语魑魅魍魉泛指各种各样的邪恶之人。魅是魅字的变形，它是一种中国古代神话里的山泽鬼怪。还有一种传说认为，魅是建宁府传说中古旧器物所变的精怪，会在夜里压住人并吸取他们的血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将魅解释为老精物，而《周礼》中提到以夏日至，至地是物魅，意味着魅是百物之精灵。此外，魅还被解释为百年老枭，枭是猫头鹰的意思，也用来借指恶狠凶暴之人。魁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，在儒士学子心目中，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为读书士子的守护神。魁星是北斗7星的第1至第4颗星，这4星为魁，其余3星为彪。传说魁星是文昌帝君以外另一位文运之神，乃天上的文曲星下凡。民间流传着魁星连续3次考状元都未中，原因就在他相貌极其丑陋的故事。魁星一怒之下将庄书的木斗踢掉，投江而死。民间百姓仰慕他的才华，将他塑造为神，通过祭拜他以求文运高照。拔是传说中造成旱灾的鬼怪。关于拔存在3种说法，第一种说法认为拔是皇帝的女儿。第二种说法认为拔原来是天上的神女，因皇帝在涿鹿之战召来打败蚩尤后能量耗尽而无法回到天上。第三种说法认为拔是道教法师用僵尸修炼而成，以求雨为名骗取当地百姓钱财的妖怪。据说拔常在湘西出没，百鬼不可近其身，也被称为百鬼之王。枭由鬼和枭构成，枭的本意为变细变小。枭是一种传说中住在深山里的独角鬼怪，形如蝌蚪，面目狰狞，身在头上，头大身小，只有1条腿，喜欢晚上出来侵犯人类。在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《神异经》中，记载了燃放爆竹惊扰山魈的传说，因此
也有人将其与除夕时与年兽有关的传说混为一谈。骑士传说中的小儿鬼，在民间，人们把小儿鬼又叫液体鬼，它是由夭折的小孩死后所化，形如儿童，行为无法预测。传说它经常出现在夜晚小孩的床上，蹦蹦跳跳，惹得小孩无法安睡，而放声大哭。其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怪兽，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鸟，其状如巨鸡而白首，属足而虎爪，亦食人。这个神秘的生物在古代文献中被描述为一种类似鸡的巨鸟，它有白色的头部，前腿像老虎，后腿像老鼠。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凶猛的食人怪鸟，出现在北方的山海之间。玉在古代同玉或指国或和虫合起来表示国虫，玉的本意是一国之内最大的害虫。在古代，各个国家因地理气候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危害性动物，这种一国特有的危害性野兽就叫玉。例如，草原国家最大的危害性动物是狼，山区国家最大的危害性动物是虎，南方国家最大的危害性动物是蛇，北方国家最大的危害性动物是熊，等等。同时，玉在传说中是一种在水里暗中害人的怪物，鬼和或合起来表示国鬼，即一国之内最有名的冤死者。例如，春秋晚期吴国的伍子胥，他就是吴国因含冤而死的国鬼。在现代汉语中，我们今天还用鬼玉伎俩一词来比喻用心险恶、暗中伤人的卑劣手段。在古代传说中，颓是一种神兽，形似小熊，毛浅而赤黄，因此汉字颓蕴含着高大、魁伟的意涵。比如，颓汉一词用来形容健壮强悍的特质。尬在古代同尬，行为不端正，称为尬。虚本意是黑暗，常见的词语如黑黢黢，近义词有黑乎乎、黑漆漆等。有个成语叫鬼鬼祟祟，意思就是暗地里偷偷摸摸。此外，虚也表示一种忽然间、猛然间的状态。关于尬和虚这两个鬼怪的资料并不详细。七指的是古代用于打鬼驱疫的时候扮神者所戴的面具，通常在丧葬仪式中使用。七头一词用来专门指代这种驱逐鬼怪时所戴的面具。干在古代同干字与尬字一样，指行为不端正。飘与避的本意都是古兴名，关于这两个鬼怪的资料也不详细。其在古代同期，本意是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在传说中鸡是一种鸟怪。虚指好鬼，即能使人财物虚耗的鬼。据说一旦被虚缠身，身价财产都会被耗尽。魁虚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山怪。神同神，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神武罗是青耀山的山神，是鬼中的神者。头部为人，身披豹纹，腰身细小，牙齿洁白，双耳挂着金环，发出如玉石碰撞一般清脆的声音。眼同眼，本意是噩梦，即梦中遇可怕的事而呻吟、惊叫。颜两是萨满教巫术的一种，用布条扎成一个小人，在小人身上写满被诅咒人的名字，再在小人心口扎几枚钢针，而后把它埋到泥土中或者放在罐子中，祈求被诅咒的人遭天打雷劈、生病死亡等不测之灾。丑在古代同丑，有丑陋、可恶之意，关于这个鬼怪的资料不详。詹同剑是鬼死后的名称，《聊斋志异》有言：人死为鬼，鬼死为剑。鬼害怕剑，就像人害怕鬼一样。这个字也被用作旧时迷信的辟邪符中。在有些地区，门上会贴写有剑字的灵符，让鬼不敢进门。现在你认识这24个鬼字旁的生僻字了吧？或许你会好奇，了解这些生僻字究竟有何价值？其实，生僻的汉字经常出现在古代的经典文献、诗词歌赋以及传统文化中。通过了解这些字，我们能更好地领略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增进对中国历史、哲学、文学等方面的认识。同时，掌握一些生僻字也有助于理解汉语的结构和演变，从而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汉语语言的本质和特点。这或许正是庄子所言的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的道理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
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